暴君不得好死！啊！爹和娘先走一步，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。娘！别叫，跟我走，不然你会死的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狗奴才，连杯茶都端不好！娘娘息怒，还不滚下去！是。去吧。啊！什么东西？蛇！是蛇！娘娘，贵妃娘娘被蛇咬了，快去禀报皇上！怎么办？肯定有毒。今日进香祈福又没带御医。有人被蛇咬了？是贵妃娘娘被蛇咬了。娘娘，民女略懂点医术，可否让我看看你的伤处？那还不赶紧看！这蛇有剧毒，得把蛇毒吸出来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吸呀！是。这是怎么了？爱妃，皇上，臣妾的腿好痛啊！萧恒、慕容仪，你们还记得你们6年前做下的恶吗？岳长。停下来，陛下，臣妾看这些寻常的舞姬都看腻了，臣妾想看岳夫人朱瑶跳舞。哦，岳夫人还会跳舞？朕也想看看。岳夫人身姿曼妙，褪去衣衫，为我们献上一支裸舞如何？贵妃娘娘，为何如此辱我妻子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这普天下的女人都是陛下的，别说是献舞，就是陛下要当殿宠幸，你也得磕头先。本将军浴血沙场，刚为陛下平定西北，今日是庆功宴，臣本就不需要什么赏赐，可也不该被如此羞辱吧。别以为你为陛下打下大半江山就可以居功自傲。来人，跳！你不跳就是抗旨，就是你岳家想要谋反，那可是要诛九族的。皇上，爱妃说的甚是，跳！我跳。不要去！不要跳！暴君，你这个暴君！暴君，朕就报给你看！求求你，陛下！求求你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这个暴君不得好死！啊！萧恒、慕容仪，我是为我阿爹阿娘和我满门110口人命来向你们讨债的。你是谁？竟敢随意为贵妃娘娘处置伤口？回皇上，民女采药下山，正好看到有人被蛇咬伤，才出手相助。贵妃娘娘的伤口不及时处理好，会丢掉性命的。那你赶紧的。是，民女这就给娘娘处理。贵妃娘娘，您需要尽快赶回宫里，路上也要细心查看情况。既然这样，你随本宫回銮。民女遵命。我进宫就是你覆灭的开始。本宫这伤口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常嬷嬷，给他10两银子，打发他出宫去吧。是。
谢贵妃娘娘。娘娘眼下乌青，小腿偏凉，恐怕是有些隐疾，夜间是否奇痒难止，难以安睡？你怎么知道？奴婢给娘娘把过脉，再看娘娘气色便知了。那你可能调理？这不难。自从几年前朱瑶那个贱人死了，就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医女，就连宫里的太医也全都是废物。要么诊不出本宫的疑难杂症，就算本宫告知，他们也调理不好。当年我阿娘2次救你性命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害她惨死，慕容仪。若是娘娘信任，奴婢愿意一试。娘娘，她是宫外来的。宫外来的，本宫也要试试。总怀不上子嗣，怎么得到后位？何况一个小小的宫女，还敢害本宫不成？就留在本宫宫里伺候吧，反正长这么丑，皇上也看不上。贵妃娘娘，喝了这碗药，您今晚会睡得很沉。好好睡吧，等你醒了，就不是后宫最受宠的人了，我会取而代之。皇上驾到！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已经熟睡了，加之今日被蛇咬伤，不宜侍寝，还请皇上。朕明日再来。婉儿，今夜你一定要成功。哪来一股奇香？奴婢不知深夜皇上会来此，惊扰了圣驾，奴婢罪该万死。宫中竟有如此美人，竟是白天那个医女。你的脸……回皇上，奴婢的脸是春日花粉过敏，服药后就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岳景怀。岳，姓岳。岳昭谋反，诛九族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萧恒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皇上，姓岳不好吗？无妨。起来吧，今夜你来侍寝。求皇上饶奴婢一命。朕只是要宠你，何事要杀你？奴婢如今在凤藻宫伺候，是贵妃娘娘的人。若您宠幸了奴婢，贵妃娘娘一定会要了奴婢的性命。朕要宠幸的人，他还没胆子杀。皇上若一定要宠幸奴婢，不如就在这里。哦，甚有野趣。皇上，您怎么了？朕为何会力不从心？你七情过旺，又加我用了催情药，自然力不从心。皇上，许是今日乏累了，这也是寻常之症，略加调理即可。倒是浪费了如此良辰美景。良辰美景可再得，皇上不要急于一时吗？朕要封你为婕妤，日日夜夜宠你，可好？皇上，奴婢想留在凤藻宫，贵妃娘娘一直没有子嗣，奴婢想给她调理好身子，让她为您绵延后嗣。奴婢一己恩宠无关紧要，只希望能为皇上的万代江山尽微薄之力。如今朕膝下只有太子一个后嗣，还整日沉迷酒色，荒诞不羁。你若能让贵妃怀上龙种，朕就晋你为妃。奴婢谢皇上。越是不能轻易得到的，才越好。何况我还要在慕容仪身边下一盘大棋。婉儿，你怎么样子都变了呀？当年我被追杀，面容被烧毁，幸得医圣救下，为我换了皮，还教我医术。真是苦了你了。今夜得手了吗？得手了。常嬷嬷，我替我阿爹阿娘和整个岳家感谢您，没有您，这一切都不可能这么顺利。婉儿，使不得，我的性命是你阿娘救的，就算舍了我这条命，也要帮你报了这血海深仇。
常嬷嬷，如今皇后娘娘和太子怎么样了？皇后娘娘因皇上冤杀岳家的事，祸出性命死谏，被关在坤安宫里6年了。太子殿下以为你死了，再不肯读书习武，整日沉迷于享乐，和皇上也是两两相厌。一旦皇上有了其他皇子，恐怕他的位置就保不住了。他们失去的，我会从萧寒和慕容仪手上帮他们一起夺回来。贵妃娘娘，昨夜睡得可还安稳？尚可。这是给娘娘炖的食补汤羹，娘娘只要按照奴婢开的药和膳食进补，隐疾很快就会痊愈，届时娘娘也会受孕的。真的？只要本宫能生下皇子，到时候本宫就一定能当上皇后。皇后那个老贱人都被关了好几年了，也该废了。即便您不怀龙嗣，想要当上皇后也不难啊。是吗？你倒说说看，怎么个不难？皇上现在只有太子一个血脉，谁是太子娘亲，谁就是皇后。太子殿下整日沉迷玩乐，拉拢他还不容易。真有这么简单？奴婢愿意亲自去一试。好，办成了有重赏。奴婢谢娘娘，今日终于有机会见到他了，我的北渊哥哥。奴婢凤藻宫医女参见太子殿下。什么事？贵妃娘娘关心太子殿下贵体，特命奴婢送来滋补药膳。不如你亲自试试，再去回复你家娘娘，本宫需不需要精补？我萧北渊日后要成为一代明君，我会虚心纳谏，爱民如子。北渊哥哥，我相信你会成为明君，还会名垂青史。婉儿，我要你跟我一起名垂青史，我做明君，你做贤后。北渊哥哥，我做不了你的贤后了，可你一定要做明君啊！太子殿下，请您接受贵妃的好意。好意？当年他向我父皇进谗言，害死岳家满门忠烈，我萧北燕这一生都给他不共戴天。你竟敢做他的说客，本宫今天就杀了你！奴婢只是奉命而来，太子殿下高高在上，奴婢区区医女，想杀便杀吧。你这眉眼之间，罢了，滚出去吧。太子殿下，奴婢还会来的。你再敢来，本宫不会饶你。北渊哥哥，婉儿真想告诉你，我就是你的婉儿啊！萧寒、慕容仪，这一切都是你们造成的，我要你们都不得善终。娘娘，您这2夜睡得好，气色可是好多了呢。今夜您给皇上侍寝，皇上啊定会更疼您。看来你还有点用处。昨夜去拉拢太子怎么样？太子殿下对当年岳家之事芥蒂颇深，恐怕还得多试几次。我就说没那么容易。他生气那么久，还不是因为当年岳昭家那个小狐梅子岳婉，小小年纪就会搔首弄姿，幸亏啊死得早，不然还不定怎么祸乱朝纲呢。皇上，您慢点儿。娘娘，您吃了药膳，最好再加上推拿经络。今晚小狐妹子就让你尝尝备受冷漠的滋味。该死，你暗痛本宫了！贵妃娘娘，奴婢罪该万死。那你怎么不去死？居然把本宫弄这么痛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本宫拖下去，杖杀！娘娘，娘娘，您不能杀他呀！您得留着他给您调理身体，好怀上小皇子啊！那就拖下去打30板杖，再掌嘴50。是哪个不长眼的惹得爱妃发这么大的火？是他！
皇上，教训下算了，怎么还要打要杀的？起来吧。奴婢谢皇上，谢贵妃娘娘。皇上，他都捏疼臣妾了，这种贱婢，不给点教训，以后怎么会用心伺候？娘娘，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娘娘那个地方经络有淤堵，容易疼，奴婢也是想给娘娘揉开。听到了吧？他不是故意的。皇上，你不是还在服药调理吗？怎么还这么暴躁？好啦，皇上，臣妾不追究了还不行吗？皇上，你摸摸臣妾的脸，他们都说臣妾调理后脸都比以前更滑润了呢。是看着好些。皇上，不光是脸，臣妾其他地方也变得更滑润了呢。您要不要试试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朕今日乏得很，改日吧。风妻，回养居殿。是，皇上。皇上摆驾回养居殿。皇上，朕肩膀也酸痛得很，你随朕回养居殿。皇上你是，皇上。气死本宫了！皇上从来都是顺着本宫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又不让本宫侍寝，还帮那个贱婢说好话。娘娘息怒，皇上最爱重的就是您了，他怎么会为一个小小的医女说话？皇上只是想让她给娘娘好好调理身体，好让您早点怀上小皇子。是吗？当然是了。我看这事儿透着古怪，皇上怎么就叫那个贱婢去推拿了呢？搞不好皇上想宠幸她。这你倒是想多了，本宫这么国色天香，皇上哪看得上他那个丑八怪？朕今日竟对贵妃没了兴致，只惦记着你。可惜你得逞不了。皇上，幸亏您今晚救了奴婢，不然现在奴婢指不定被打成什么样子，肯定疼死了。皇上，你要这样才容易受孕。小妖精，这好像不行。朕还没有碰到你，居然就……你过来，朕要再试试。皇上，再晚回去，贵妃娘娘要起仪了，皇上也要保重龙体。贵妃娘娘还等着怀小皇子呢。朕现在不想碰任何女人。等皇上有了新人，也不会想碰奴婢的。由不得你。皇上，您太急了，还是让奴婢给您调理调理吧。也罢，你去吧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推拿需要这么久？他是死在养居殿了吗？等他回来，看本宫怎么收拾他！现在就暴跳如雷了。你的痛苦还在后面呢。娘娘，奴婢回来了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本宫拖出去，杖责80。娘娘，杖责80，人都要打死了。你很喜欢为他说话，是想一起挨打吗？拖出去。是。娘娘，请三思。今日娘娘若是打了奴婢，从此后，奴婢再不会为娘娘开一剂药方，不会为娘娘做任何事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是要反了不成？你敢不给本宫调理，本宫灭了你9族！可惜我9族早就被你灭完了。奴婢是孤儿，没有9族，就连师傅也故去了。娘娘威胁不了奴婢。娘娘，您何必跟一个女医置气呢？您的身子要紧。今夜本宫都靠近不了皇上，他一待就是2个时辰，本宫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娘娘，奴婢只是一个医女，皇上不让奴婢走，奴婢也不敢抗旨。皇上吩咐奴婢把全身经络都揉开，说是身体好了，好跟娘娘生皇子。奴婢是尽心尽力在为皇上和娘娘做事的。你说的最好是真的，要是让本宫知道你有别的念想，
本宫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娘娘，您闭月羞花之貌，奴婢的脸怎么会肖想其他？算你有自知之明，你们下去吧。竟敢跟本宫这么说话，等本宫怀上孩子，看我不把你剁碎了喂狗！别忘了继续拉拢太子。是，娘娘。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太子殿下不愿意见凤藻宫的人。自从岳家小姐，你快走吧，惹急了太子殿下，真的会杀了你的。多谢总管，太子殿下不会杀我的。倒是我见不到太子殿下，我们贵妃娘娘可能会杀了我呢。唉，太子殿下正在目视，您自己进去吧。北岳哥哥，太子殿下，你还敢来？看来是想死在这里。太子殿下，杀了我有用吗？若是您憎恨贵妃娘娘，就应当杀贵妃娘娘；若是不能杀她，也该虚与委蛇，韬光养晦，而不是躲在自己的宫殿里放纵玩乐，任皇上以暴治天下，任皇后娘娘被关在冷宫，任贵妃在后宫横行霸道。你居然跟本宫讲道理！我为何不能跟你讲道理？你居然跟本宫讲道理！我为何不能跟你讲道理？她不可能是婉儿，婉儿已经死了。太子殿下，你说什么？滚出去！不要让本宫再见到你。太子殿下，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奴婢说的话吧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全部备齐，正在加紧训练。半年后行动。本宫不需要跟任何人虚与委蛇，本宫直接取而代之。是，太子殿下。把那盒点心给本宫扔出去。那个姓岳的医女，不准再踏入东宫半步。是，太子殿下。这玉佩，太子殿下，这玉佩，什么玉佩？是本宫亲自雕刻的玉佩。给本宫带着，一世都不许摘下来。哪里来的玉佩，刻得这么粗糙？这是我们太子殿下亲自刻的。嫌粗糙还给我好了。我偏不，我就喜欢粗糙的，这叫返璞归真。是他，他也姓岳，他是我的婉儿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吐血了！什么？娘娘，皇后娘娘吐血了，太子殿下赶去了坤安宫，要叫御医。那个老贱人早该死了，把太医院所有太医都叫到本宫这里来，就说本宫有急。是，娘娘。等一下，娘娘应该派奴婢去救他。救他？他活得好，本宫不就更难当上皇后了？娘娘，现在若是皇后娘娘死了，这仇太子殿下会记在您的头上。皇后娘娘父亲是太师大人，朝中有众多追随者，皇后娘娘这么死了，您是做不了皇后的。也有道理，只是娘娘不必担心养虎为患，奴婢会给皇后娘娘准备慢性毒药，到时候她会因为久病而死。给她下毒哪有那么容易？不过倒也无妨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本宫要大张旗鼓救她，还要拉皇上一起去探望她。你先去救她吧。是，娘娘。皇后娘娘，臣女报恩的时候到了。皇后娘娘暂时没有大碍了，只是还昏睡着，今夜就会醒来。皇后娘娘为岳家受了多少苦楚啊！轩然玉琪，你和我母后是旧识。太子殿下，
奴婢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是月婉。太子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本宫刚刚怎么好像听到了月婉？月婉，他竟谗言害死了我的月婉，害死了岳家满门，如今又派你来害我母后。太子殿下，您误会了，贵妃娘娘是派我来救治皇后娘娘的。误会？他会有那么好的心？看来本宫的好心，太子是不领情了。这么说，本宫还倒不如见死不救了。轮不到你救！来人，给本宫选其他太医来，看看我母后是否有什么不妥。皇上，皇后毕竟是太子的生母，臣妾是为了太子才派岳锦化来救治皇后的。这么多年，因为岳家的事，臣妾一直被皇后和太子记恨，臣妾想方设法与他们亲近，还是被他们误解。臣妾真不知该如何自处。贵妃是好心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还如此误解她。在你和你母后的心里，就只有岳家吗？当年岳昭得胜而归，傲慢放肆，竟敢当殿抗旨，谋逆造反。贵妃进言，也是为了江山社稷。哼，岳家谋逆，还是遭人无端忌惮猜测？父皇心里最清楚。你竟敢忤逆朕！来人，拟旨，朕要废了这个太子！皇上，请皇上三思。皇上如今只有太子殿下一个皇子，若是废了太子，势必引发朝局动荡。是啊，皇上，太子当年还小，又没去庆功宴，就连皇后娘娘也没去，恐怕都是听了奸人挑唆，才一直误会皇上和臣妾。他如此误解爱妃，爱妃还为他求情，实属难得。臣妾怎么会和他一般计较呢？他毕竟还年少，轻狂些也在所难免嘛。往日确实是朕太宽纵了他。来人，太子言行无状，即日起禁足东宫思过。太子殿下，请吧。何必只是思过？要废便废，反正这个太子我也早就不想当了。你当真以为朕不敢废了你？别说废你，朕便是杀了你又如何？难道朕春秋正盛，还愁不能再生个太子？父皇要杀人，向来不需要理由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皇上不可！如今皇后娘娘沉疴难起，若是您再有什么差池，皇后娘娘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。太子殿下，皇上只是一时之气，您就认个错吧。别说废你，朕便是杀了你又如何？等有一天你坐上了那把龙椅，你就会知道像岳昭那样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的将军有多让人忌惮。朕倒要看看你又能有多大的容人之量。哼，儿臣知错了。看来慕容仪进谗言，不只是为他父兄谋兵权，也是因摸准了你的心思才敢开口。你才是害死我岳家满门的罪魁祸首。儿臣受教。不要再整日沉迷酒色，岳家的事也该放下了。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太子还是有所收敛了，经过今日之事，想必就不会像从前那么轻狂了。难说得很。皇上，贵妃娘娘的身体，奴婢已经调理好了。若是您和贵妃娘娘多诞下几位皇子，也就不会为太子殿下的事烦忧了。言之有理，你也平身吧。奴婢谢皇上。是啊，皇上，自从出宫祈福，您都还没有到臣妾宫里过夜呢。朕这就去你宫里过夜。皇后娘娘既然无碍了，你就跟回凤藻宫伺候吧。是，贵妃娘娘。今夜你们尽情快活，这样的日子可不多了。今日北渊哥哥为何突然认出了我？我随身带着的玉佩呢？你还敢来？看来是想死在这里。糟了，定是北渊哥哥的刻刀太凌厉，割断了玉佩的红绳。玉佩应该在他手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锦化，今夜皇上怎么来凤藻宫过夜了？还叫了2次水，如此宠爱，可是许久未见了。明明皇上对你动心起意了，怎么又对贵妃如此痴迷呢？这样下去，你的谋划岂不落空了？贵妃是宠妃，不会因为我就一次都不承宠。况且她在我这里2次都力不从心，也定会想找贵妃试一试。自然，萧恒也不会因为宠幸了她就对我置之不理。偶尔承宠一次最好，我另有算计。
你有谋划就好，我真担心你千辛万苦进宫，却斗不过他。一旦他有孕，必定卸磨杀驴，你的处境就危险了。他不会有孕的，萧寒的身体也不可能有子嗣了。不过这有孕的喜悦，我会让他体会一招。那要如何做？你月锦画，贵妃娘娘召见。麻烦公公回禀贵妃娘娘，我马上就到。不知贵妃娘娘召奴婢来有何吩咐？今日你去救治皇后那个老妇，又向皇上进言，要她来凤灶宫，也算立功了。本宫今日高兴，要赏你。你想要点什么？真的吗，娘娘？那能不能请娘娘赏奴婢白银100两？白银100两？是奴婢要太多了吗？50两也可以。果然是小地方来的，如此没见过世面。李嬷嬷，去给她封200两银子。是娘娘。奴婢多谢贵妃娘娘厚赏。你倒说说，你要银子做什么？奴婢想给贵妃娘娘调理好身子，就回乡开一家医馆。还真是登不得台面。好好伺候，日后恩赏少不了你的。奴婢定当竭尽全力。冯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适才皇上说还要批阅奏折，是批完了，又要来凤藻宫过夜吗？皇上说今夜乏累，召医女月锦画去勤政殿推拿，给她松松筋骨。怎么又找你？当然是试过在你这里可以，想要在我身上得偿所愿了。冯公公，辛苦您回复皇上，就说我已经睡下了，叫不醒。哟，一个小小的医女这么金贵，还想抗旨吗？咱家可不敢回这种话。求公公体恤奴婢，奴婢毕竟是女儿身，皇上召我虽然只是命我推拿，可奴婢害怕娘娘多想，不敢前去。娘娘，贱婢，你在说什么？别说皇上对你这个丑女不可能有兴致，就算皇上有，这普天下的女人哪个不是皇上的？本宫就那么善妒吗？你不善妒吗？今夜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能不善妒。是奴婢说错话了，求娘娘宽恕。去，皇上召你去，赶紧去就是了。惺惺作态，看着让人生厌。是，贵妃娘娘。娘娘，您不觉得有些古怪吗？从前可不知道皇上那么喜欢推拿，是有些不对。皇上匆匆忙忙离开凤藻宫，说要批折子，这么快就批完了？还是批折子是假，想推拿才是真？若真是想推拿，在本宫这里召那个贱婢推拿就是了，为何要回勤政殿后又召他去？难不成他根本就不是推拿，而是对那个贱婢起了兴致？娘娘不得不防啊！今日在坤安宫，皇上看到太子抓着月锦花的手，脸色十分阴沉。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医女，按理说皇上没理由这么在意的。她会不会在给皇上推拿时耍了什么手腕，勾引了皇上？娘娘，虽说她的一边脸丑陋，另一边脸却极美，又是从宫外来的，跟宫内的女子很是不同。皇上就算动了心思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去，给本宫炖一杯养生汤来，本宫要亲自送去勤政殿。本宫倒要去看看，她到底是在给皇上推拿，还是在狐妹子勾引？胆敢来分本宫的宠，本宫叫她不得好死！是，娘娘。月姑娘，恕公公我多一句嘴，贵妃娘娘可不是好相与的主。从前她宫里有人在她眼皮子底下勾引皇上，她一怒之下命人剁碎了，丢在这荷花池里，做了花肥。就连当年的岳夫人朱瑶，皇上只是多看了一眼，就让她寻个时机硬生生的欺辱而死。忠心耿耿的岳将军就因为岳夫人貌美，获得个满门抄斩的结局。战功赫赫的岳将军和诰命岳夫人尚且落得如此下场，你一个宫外来的医女，
若是被贵妃娘娘知道你引起皇上如此大的兴趣，怕是小命都要保不住。多谢公公提醒，今往谨记于心。公公，皇上不是在勤政殿吗？皇上想招幸你，自然是养居殿更合适。皇上不想你在贵妃面前为难，才叫咱家说是召你到养居殿推拿。皇上倒是甚少在意女子是否为难的。我就是要让他越来越在意我。皇上，月姑娘带到。下去吧。奴婢参见皇上。你很香啊，朕在凤藻宫叫了2次水，朕的身子已经好了，今夜便让你好好领略朕的雄风。求皇上不要宠幸奴婢。为何？今日在坤安宫，太子抓着你的手，难不成他看上了你，而你也看上了他？皇上怎么会如此猜测？太子殿下当时质问奴婢，是否知道贵妃娘娘害死了他的月婉？质问奴婢是否会害他母后？果真如此？奴婢不敢欺君。皇上英武神勇，是天下女子都倾慕的男人，奴婢也不能免俗。况且，有谁不想得皇上宠幸，平步青云呢？那你为何不肯让朕宠幸？贵妃娘娘待奴婢恩重如山，若不是贵妃娘娘，奴婢还只是乡野村医，根本不敢肖想有一日能进宫侍奉贵妃娘娘，还能一睹天颜。适才贵妃娘娘还赏赐了奴婢100两白银，好让奴婢出宫开一间医馆。贵妃娘娘钟情皇上，奴婢怎么可以恩将仇报？好你个月金花，居然只是为了100两银子聚宠！若朕赏你1000两、1万两，你该如何回报朕？求皇上不要待奴婢那么好，奴婢在皇上和贵妃娘娘之间会十分为难。来人啊！奴才在。去准备白银1万两，朕要博美人一笑。奴才遵旨。公公留步。皇上，奴婢没有那么贪心，也用不上1万两银子，求皇上收回成命，奴婢侍奉皇上就是了。朕偏要赏你，冯妻，除了白银1万两，再赏月锦画、东珠石虎、玉如意10对。奴才遵旨，奴才告退。皇上不可啊！若是贵妃娘娘知道了，她知道又如何？朕要宠谁要赏谁，她还敢有异议？那奴婢谢皇上恩赏。慕容仪，想不到吧？问你要100两银子，只是抛砖引玉，萧恒的1万两，才是我日后要扳倒你们的本钱。那要如何谢朕啊？皇上，进去通报皇上，皇上今夜疲顿，本宫亲手炖了养生汤，送来给皇上解乏。贵妃娘娘，皇上已经歇息，我等不敢随意进去打扰皇上。意思是，你们不打算让本宫进去？娘娘，果然有蹊跷，恐怕皇上和那个贱人是在里面。皇上说过，本宫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勤政殿找他，不必通传，给本宫闪开。这，冯公公吩咐过，今夜不许打扰皇上，求贵妃娘娘不要为难我等。本宫就要进去，我看谁敢拦着本宫！贵妃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皇上呢？皇上回养居殿了。回养居殿？这么说，月锦花那个贱人也去了养居殿？这，奴才就不得而知了。走，跟本宫去养居殿。该死的贱人，看本宫不剁碎了他！月锦花，你胆敢勾引皇上？深更半夜，你会给皇上推拿？你恐怕早就爬上了龙床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明明应该正在颠鸾倒凤啊！皇上，你以为宠幸得了慕容仪就宠幸得了我？我身上的迷情香
会让你情难自控又力不从心。朕这是怎么了？头晕乏力。皇上，您头上都冒冷汗了。皇上，您这是七情太过了。今夜接连宠幸贵妃娘娘2次，身体刚刚恢复了些，经不起如此折腾。奴婢帮你把经络推拿开，近日要节制房事，多休息一阵就好了。好吧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臣妾，臣妾。你以为朕召见月锦花来推拿，是想要宠幸她？臣妾确实以为月锦花勾引皇上。朕倒不知，从何时开始，朕要宠幸谁，还得你慕容仪首肯了。臣妾不敢，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怕月锦花失了分寸，以卑贱之躯引诱皇上。卑贱，是才月锦花还为你赏赐了他100两银子，说你对他恩重如山。他倒是个忠仆，你却是个没心肝的主子。即日起，你给朕在凤藻宫闭门思过，1月之内，再也别想有任何恩宠。皇上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臣妾只是……皇上，娘娘她只是惦记皇上的身体，还亲手炖了养生羹汤，想给皇上解乏。是啊，皇上，臣妾只是惦念皇上龙体，才担忧月锦花引诱皇上，损伤皇上龙体。皇上，贵妃娘娘对您情深意重，就算1日不见，也如隔3秋。若是皇上罚她1月不见，岂不让她郁闷难安？皇上还想和贵妃娘娘早日生下皇子，怎么能让贵妃娘娘不承宠呢？看到了吗？一个小小的医女都比你有气度，还不快向她道谢！慕容仪，道个谢，感觉被羞辱了吗？与我娘当年受到的羞辱相比，你这又算得了什么？皇上，臣妾怎么能向一个宫女道谢？臣妾乃是贵妃，皇后娘娘病着，臣妾设6宫事。若是臣妾向一个奴婢低头，传开了，岂不是颜面无存？娘娘待奴婢宽厚，奴婢为娘娘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岂有让主子给奴婢道谢的道理？请皇上不要为难娘娘。贵妃很高贵，比朕还高贵。臣妾不敢，臣妾不敢！朕命你向月锦花道谢，你是道谢还是进冷宫？臣妾这就向月锦花道谢。本宫谢月姑娘求情。这才像话。日后你要善待月姑娘，如此懂医术又明大体的医女，你若不善加珍惜，朕便留在朕的身边。皇上，臣妾定当好好对待月姑娘。今后再这么鲁莽，朕定废了你。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你起来吧。看到了吗？你不必畏畏缩缩，便是朕要宠幸你，贵妃怎么敢说半个不字？奴婢就知道皇上最英明神武，有谁不会对您心悦诚服呢？接着给朕推拿吧，等朕恢复了元气，看朕如何好好的恩宠你。是，皇上。萧恒，在我这里，你的元气永远都恢复不了。气死本宫了！皇上居然为一个贱婢说话，还让本宫给他道谢。不管怎样，至少皇上没有宠幸他，那本宫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你怎么眼睛红红的？是不是趁着本宫出门偷偷打盹了？贵妃娘娘，奴婢没有。你也敢顶撞本宫？本宫说你有，你就有！来人，把他给本宫推进荷花池里淹死！是，娘娘。求贵妃娘娘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！本宫恨不得把所有不听话的奴婢一并弄死，尤其是那个月锦花。娘娘切勿动怒。月锦花说，今夜娘娘受了恩宠，许能怀上龙胎。娘娘身子要紧，皇嗣要紧啊！是啊，娘娘，那个月锦花医术确实好，娘娘再忍忍吧。等娘娘真的怀上龙胎，胎坐稳了，想怎么弄她，还不都是娘娘说的算？哼，也是这么个理。拖下去吧。饶命啊，娘娘！饶命啊！
救我！求月姑娘救我！娘娘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？他不长眼，冒犯了本宫，冒犯本宫的贱人，都得死！你觉得你救得了他？我既然到了你面前，怎么会任你滥杀无辜？娘娘，奴婢和他并不熟络，没有理由救他。奴婢只是觉得娘娘不该在此时处死宫女。本宫向来不高兴就处死宫女太监，在这后宫，本宫才是主子，要谁死谁就得死。恕奴婢直言，娘娘不高兴，是因为皇上命娘娘向奴婢道谢吧？你还真敢提！是皇上吩咐娘娘向奴婢道谢的。若是娘娘一回宫就处死宫女，皇上知道了，娘娘就不怕皇上以为你对她不满吗？你还真敢提！你想用皇上压本宫？皇上可从没因为本宫弄死太监宫女动怒过。情形不同，皇上的心意也未定啊。奴婢是为娘娘想，娘娘若是不在意，那就尽管处死她好了。不过皇上适才说奴婢推拿手法好，让奴婢在宫里多教几个宫女。奴婢还无意中提及慧珍就不错，也略懂一些医理。有这么巧合的事？娘娘若不信，冯公公即刻就到，娘娘可以亲口问他。这么晚了，冯公公来做什么？本宫怎么忘了？皇上恩宠过后是时常赏赐的，恐怕是皇上后悔刚刚那样对我，送厚礼安抚我呢。公公连夜前来给本宫送赏赐，辛苦了。娘娘，这些赏赐是皇上给月锦化月姑娘的。你说什么？月锦化接旨领赏。月锦化接旨，医女月锦化推拿之术甚佳，加至为贵妃调理身体尽心竭力，振心愉悦，特赏白银1万两，东珠10壶，玉如意10对。皇上居然是赏赐月锦化，还赏赐这么多，跟本宫第一次侍寝后一样多。月锦化，谢恩吧。奴婢谢恩。你们几个把这些赏赐抬到月姑娘房里去。娘娘，若无其他吩咐，咱家告退。等等，适才月锦化说，皇上吩咐他多教几名宫女推拿，包括那个宫女慧珍，是否有此事？是有此事。皇上说民间医术自有厉害之处，命月锦化在宫中把医术发扬光大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，娘娘。你好大的脸面啊，能得到皇上这么厚重的赏赐。这不是奴婢的脸面，是娘娘您的脸面。娘娘今夜怀疑皇上宠幸奴婢，触怒天颜，皇上不过是借着赏赐奴婢震慑娘娘。说的也没错，你一个小小医女，自然没有那么大的脸面。娘娘，自从奴婢进宫，一直尽心竭力为娘娘调理谋划，每次皇上召见都只是推拿而已。不知为何，娘娘一直不信任奴婢。若是娘娘实在担心奴婢承宠，不如放奴婢出宫吧。这难道是我太多虑了？奴婢貌丑，就算真得皇上眷顾，又能新鲜几时？奴婢感念娘娘恩德，本想好好伺候娘娘，可惜娘娘不信奴婢忠心，还是打发奴婢了事吧。本宫的身子确实好了很多，就连皇上都称赞本宫更嫩滑了。皇后那个老妇的事你也处理得很好，倒是本宫一时气盛，狭隘了，留下来好好伺候吧。是，娘娘。那慧珍，把她放了吧。奴婢谢娘娘，奴婢谢娘娘，谢月姑娘。月锦化能从本宫手底下救人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奴婢谢娘娘爱重。对了，娘娘，皇后娘娘那边，你明天就去给那个老妇好好调理。是，娘娘。1万两银子，锦化，看来你是深得皇上的心了。我就用他的银子送他们上路。之前因为缺银子，好多事都做不了。常嬷嬷，你出宫办事的时候，帮我在各个大人的府邸安插进我们的眼线，尤其是慕容仪母家。我父亲死后，慕容仪父兄接替了他在军中的位置。我听说他们买官卖官，收受贿赂，他们和慕容仪唇齿相依。若是只扳倒慕容仪，一旦他母家立了军功，他就还会复仇。我要掌握他母家的罪证，将踏着我岳家满门尸骨上位的慕容家连根拔起。按理说，这个月锦化进宫后也算尽心，不知为何
本宫却总是心神不宁。娘娘，奴婢想了想，觉得月景话说的也没错，皇上就是真看上她，宠幸2次也便腻了，不影响大局。不对，本宫总觉得她这张脸有些似曾相识，像一个人，一时又想不起像谁。你出宫去给本宫查查她的来路，别是什么别有用心之人。是，娘娘。娘娘，奴婢依女月锦话，娘娘今日好些了吗？娘娘要保重贵体，不可再如从前一般忧思过甚。奴婢今日这碗药是给娘娘疏肝解郁的，娘娘服下后夜晚会睡得好些，身子也能快点养好。本宫听说本宫昏迷，是贵妃派了你这个医女把本宫救过来的。怎么，昨日救了本宫，今日就来给本宫下毒吗？好大的胆子！娘娘，奴婢不敢，也不会。哼，说得好听。这些年本宫缠绵病榻，坤安宫如同冷宫，本宫的吃食连奴婢都不如。每次本宫病了，都能赶上她也病。怎么昨日她会突然那么好心来救本宫？本宫听说就是你这个女诸葛给出的主意。慕容仪心狠手辣，当年陷害岳家满门，你小小年纪就助纣为虐。来人，把这个岳景化给本宫拖下去，处死。朕也不知是怎么了，近日总是烦躁难安，只有闻到岳锦花身上的味道，在她给朕推拿时才能沉静下来。不是派人去请她了吗？怎么人还没来？回皇上话，刚刚太监来汇报，岳姑娘没在凤藻宫，而是去了坤安宫给皇后娘娘调理身子去了。那就去坤安宫给朕请。是，皇上。等等，朕亲自去。娘娘不可，她是凤藻宫的人，名义上还是给娘娘调理身体的。若娘娘处死了她，贵妃娘娘正好借向皇上告状，皇上会责怪娘娘的。责怪又如何？本宫的境遇还会更糟吗？本宫父亲是太师，皇上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至于废后。若是能废，他就废了。何况本宫堂堂一国之母，还处置不了一个小小医女了。给本宫拖下去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您听奴婢说。本宫不会听你废话。这是在做什么？放开他！他是贵妃派来跟母后医病的。母后听说你昨夜还质问他是否会给母后下毒，母后和你一样信不过他，干脆处死。不可！这是为何？你们都下去。母后，请你细看，他像谁？好像是有点眼熟，一时也想不起来。母后，他姓岳。他是儿臣的婉儿啊。岳婉？正是。太子殿下，您认错人了。本宫不可能认错，你就是本宫的婉儿。可是岳婉已经死了，他烧得焦黑的身子，母后都亲眼见了。母后，你看，这是儿臣亲手雕的，亲手挂在婉儿脖子上，让她一生都要带着的。这玉佩就从她身上掉下来。你还不认吗，婉儿？这玉佩确实是岳婉的，是岳婉视如生命的珍宝。本宫就知道，婉儿，本宫就知道你一定还活着，本宫就知道你也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情谊。太子殿下，玉佩是岳婉的，可我不是岳婉，岳婉她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在安州，我在街上乞讨，认识了一个叫岳婉的女孩。她跟我说她是岳昭将军之女，还给我看了她的玉佩，说了和太子殿下之间的事。后来她逃过一次追杀，就把玉佩给我。给我的当夜，她便被烧死在了我们藏身的破庙里。她跟我说，有一天如果能见到太子殿下，一定要我把玉佩还给殿下，希望殿下不忘当年旧诺，做一个好皇帝。可是我进宫后见太子殿下整日花天酒地，不理政事，殿下如此，岂不让泉下的岳婉失望寒心？本宫不信。你信不信都是事实。岳婉已死，她不会再回来。很好，既然婉儿不认，本宫这就去求皇上，将你赐给本宫做太子妃。太子殿下不可！太子殿下，快放奴婢下来！萧北渊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皇上，父皇，儿臣请旨，取医女岳锦欢为太子妃。为何要娶一个小小的医女？因为她眉眼之间有3分像婉儿，
若得她为太子妃，儿臣便能放下岳家的事，做一个勤勉上进的太子。朕不准。父皇为何不准？因为她身份卑微吗？儿臣不在意。因为朕宠幸过她了。儿臣不在意。这是你在意不在意的事吗？觊觎父皇的女人就是大逆之罪，朕看你是活腻了。儿臣就是要娶她，若是父皇不答应，儿臣就终生不娶。反正父皇只有儿臣一个儿子，就让血脉在儿臣这里断了也罢。好大的决心，真是好手腕，迷得朕欲罢不能。如今又是对太子使了什么手段，引得他非你不娶？奴婢冤枉，奴婢什么都没做，至今为止，奴婢只见过太子殿下2、3次。那你说太子是怎么对你起义的？就刚刚，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说起，说奴婢的眉眼好像有几分像月婉，太子殿下就盯着奴婢的脸瞧，瞧了几眼后就抱起奴婢径直往外走，奴婢都被吓到了。是这样吗？确实如月姑娘所说，她并没有引诱儿臣，儿臣也不是那等被引诱就丧失理智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朕就把你赐给太子，做太子妃，你可愿意？萧红心狠手辣，怎么会让他看中的女人嫁给他人？回皇上的话，奴婢不愿意。如果太子执意要娶你呢？奴婢愿以死明志。看到了吗？他宁愿死也不肯做太子妃。既然月姑娘不愿意，儿臣也不便勉强。她也只是眉眼间略像几分罢的，毕竟不是婉儿。儿臣就不信普天之下再找不到比她更像婉儿的人了。随朕回养居殿，朕要好好奖赏你的忠贞不二。皇上，太子年少，还英姿勃勃。你若成了太子妃，以后可就母仪天下了。你就不心动？奴婢不心动。别告诉朕，你宁愿做朕的宠妃，等朕驾崩，要守几十年的活寡，也不愿意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皇后。皇上要听奴婢说真话吗？朕许你说真话。太子殿下整日沉迷酒色，就算日后真做了皇帝，也会昏贵无能。奴婢是孤儿，从小没有父亲护佑，奴婢只钟情年长强悍的男人。太子殿下在奴婢眼中还只是个孩子。强悍？朕几次要宠幸你都未成。那只是皇上今日身体不适罢了。皇上，不如今日再试试。就这么急着让朕宠你？你越急色，就越虚空，越成不了。皇上快来呀，奴婢等你等的难耐。该死的小妖精，朕好像已经……皇上还好吗？没想到皇上如此虚弱，都是奴婢的错。朕为何独独宠不了你？奴婢也不知。你不知？皇上，您怎么了？朕为何会力不从心？朕现在不想碰任何女人。等皇上有了新人，也不会想碰奴婢的。由不得你。皇上，您太急了，还是让奴婢给您调理调理吧。也罢，你去吧。等你进宫后，朕的身子就大不如前。从前朕的身子只让太医院医诊审略调理，从未出任何问题。怎么遇到了你，朕突然就力不从心？朕倒是从未如此轻信于人。说，到底是你身上的异香，还是你开的补药有问题？皇上恕罪，奴婢身上的异香是天生自带的，不可能会让皇上虚弱。许是奴婢医术不佳，开的方子效果不好。毕竟奴婢本只是乡野村医，自然比不了宫中御医。是这样吗？臣妾好像刚刚听到他说月婉。为何要娶一个小小的医女？因为她眉眼之间有3分像婉儿。若得她为太子妃，儿臣便能放下岳家的事，做一个勤勉上进的太子。这眉眼之间却有几分像少女月婉，还有几分像朱瑶。
难道月婉并没有死？来人！皇上，是要叫水吗？把他给朕拖下去，斩首。皇上，这是为何？为何突然要杀奴婢？为何？你来历不明，再加太子对你的态度甚是奇怪，朕怀疑你就是月婉。什么？月婉？皇上是说她是罪臣月昭之女月婉？这不可能啊！当年可是禁军统领史学亲自追到安州，烧死了月婉，还把尸首带回来了。史学忠心耿耿又细心，怎么会出这样的失漏？史学确实不可能出这样的纰漏。就算如此，朕也怀疑他身上的异香和他开的调理药有问题。何况他还惹太子觊觎，留着也是祸国殃民的祸水，不如砍了干净。皇上，这是无妄之灾，奴婢真的是冤枉啊！若是怀疑月姑娘，何不叫太医院医正来诊脉？无论是她的异香还是她开的调理药有问题，都是一诊便知啊。哦，你也为一个小小的医女求情，就连当年岳家出事你都忍着没有求情，这个医女有何不同？皇上，一个小小的医女，又不是奴才旧时，死有何惜？奴才是为皇上求皇上啊！除了贵妃娘娘，奴才很久没见过皇上宠幸其他宫女嫔妃了。奴才都担心皇上独宠贵妃娘娘，不利于为皇家开枝散叶。何况月姑娘推拿之术精湛，皇上几次三番夸奖。奴才担心，若是真冤枉了月姑娘，皇上日后身子乏累，无人解忧。宣沈略，你若敢算计朕，朕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奴婢不敢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平身吧，来给朕把脉。说，朕为何最近想要宠幸一个女子？宠幸不成，朕的脉是不是有什么不对？皇上的脉象确有不妥，给朕看看是否跟她身上的异香有关。皇上脉象虚浮，恐怕是跟这位姑娘身上的香味有关。皇上，月姑娘给您开的调理药煎好了。来得正好。沈略，你看看她开的调理药是否有不妥？这药说，这药是不是让朕萎靡不振，不能人道？皇上，这药真是这位月姑娘开的方子？没错，果然来历不明，包藏祸心。皇上，并非如此啊！这药方开的不仅完全对症，用药还出其不意。就是微臣这位医圣弟子，恐怕也开不出这么好的方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还说他身上的异香与朕身子虚弱有关？怎么他的药方会没问题？皇上体虚，却与月姑娘身上的天生异香有关，可只是诱因，主因则是皇上数年之间频繁宠幸贵妃娘娘，身体已然虚空，这也是多年未有皇嗣的原因。而这位月姑娘身上的体香有轻微催情之效，皇上七情太过，故而力不从心。这么说，他倒是什么都没做。微臣给皇上把脉，发现皇上最近经络应该被推拿疏通过，这对皇上的龙体有很大注意。果真？微臣不敢欺瞒皇上。皇上，咱家就说您可能冤了月姑娘吧？适才沈略查看你开的药，为何你看起来很慌张？回皇上，奴婢乡野村医，自然害怕奴婢开的药方有些微不妥，皇上因此迁怒，会要了奴婢性命。乡野村医，月姑娘也太过自谦了。姑娘医术着实在本官之上，若是姑娘为太医院医正，本官绝对让贤，并听姑娘统领调派。她的医术有如此厉害，怎么也不至于强过你这太医院医正吧？皇上有所不知，民间自有高人，比臣医术高明者也大有人在，只不过他们更愿意悬壶济世，不愿入宫罢了。皇上不如将龙体交由月姑娘调理，不必舍月姑娘美玉而逐微臣这块粗石。竟然如此，你等都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这下不再猜疑奴婢了吗？哼，我既然敢入宫给你和慕容仪用药，自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岂能让你有机会抓住我的破绽？见此玉牌如见师父本尊，沈略遥问师父安康。师伯，
我是月婉。你是朱瑶和月昭的女儿，你没死？是。婉儿不日就会找机会进宫，为我岳家满门复仇，还请师伯助我一臂之力。你母亲曾拜在师尊门下学医，只是闺中之事，甚少人知。你母亲的医术远在我之上，可惜是个女子，更可惜年纪轻轻就被皇上和贵妃给害了。若是当年你母亲肯嫁与我，我和她远遁江湖，悬壶济世，何至于此？这许多年来，我无数次想给皇上下毒，为你母报仇，奈何医者仁心，实在不忍下手。你若为岳家报仇，我必全力助你。婉儿重谢师伯，还不快起来，来给朕推拿！奴婢自见皇上，便一见钟情，就连风流倜傥的太子，奴婢也看不上。奴婢尽心竭力为皇上和贵妃娘娘调理身体，不想还要惹皇上和贵妃娘娘无端猜疑，今日更是险些丢了性命。皇上，请允准奴婢出宫吧。欢儿，是朕不好，朕真是疑心病犯了。留在宫里好好为朕和贵妃调理，待朕痊愈，定好好宠幸你，封你为妃，让你宠冠6宫。哼，皇上不是要杀了奴婢吗？今日是朕多疑，朕再上白银万两补偿你，可满意？奴婢谢皇上，奴婢定竭力为皇上调理。其实皇上的身体也不难痊愈，只是要用奇方岩冰草，麻烦的是须得奴婢亲自去采，一般人不认识。这有何难？那我令牌，自由出入宫禁。那奴婢3日内就动身去为皇上采药。另外，奴婢还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，欢儿想要的，朕都给你。奴婢求一道圣旨，去给皇后娘娘调理身体。贵妃娘娘吩咐奴婢去给皇后娘娘调理，皇后娘娘猜疑奴婢要给她下毒，不肯喝奴婢给的药。奴婢在贵妃娘娘那里交不了差，会被责罚的。朕亲自给你拟旨。皇上待奴婢真好。奴婢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这是做什么？婉儿，你真的已经被父皇宠幸过了，为复仇做出如此大的牺牲，复仇何须你一个弱女子亲自动手？岳家满门的仇自有你北渊哥哥在。奴婢不知太子殿下在说什么，奴婢又不是月婉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本宫。本宫的大批暗卫已准备妥当，不日就剑指皇宫，逼父皇退位，逼他为岳家昭雪。是吗？那奴婢真为死去的月婉感到欣慰，也要为岳家满门的冤魂感谢殿下了。婉儿，为何还不肯认？难道你觉得你的北渊哥哥还不值得信任，还会揭露你的身份吗？北渊哥哥，婉儿与你虽近在咫尺，却已远在天涯。何况，若有一天婉儿身份暴露，绝不可牵连我的北渊哥哥。太子殿下想让奴婢欺瞒你，硬要奴婢认下月婉的身份吗？若是如此，那奴婢认便是了。我不日可能就成为皇上的宠妃了，请太子殿下注意言行。请恕奴婢多嘴，太子殿下与其花精力和一个与故人3分相似小小医女纠缠，为何不做个正正经经的太子，光明正当的接手这天下？奴婢告退。怎么又是你？回去回禀你的贵妃娘娘，我们皇后不信她安排的医女，我们娘娘的身体也无碍了，不需要再调理，滚回去！哼！这次我可不是贵妃娘娘派来的，是圣上亲旨命我来为皇后娘娘调理。坤安宫上下皆知，医女月锦化医术精湛，朕特命其为皇后调理身体。钦此。皇上难道这是要杀了我家娘娘吗？娘娘待我恩重如山，我绝不许你害我家娘娘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拖下去砍了！我愿一命换一命！嬷嬷还需伺候娘娘，这命还是换咱家的吧。皇后娘娘仁德，得这么多人护佑，若不是如此，恐怕这几年早被慕容仪搓磨死了。让她进来。奴婢拜见皇后娘娘。你要为本宫调理，就去开方用药吧。娘娘不可，她能给娘娘用什么好药？就是啊，娘娘，奴才愿意拉着她一起死，也不愿娘娘以身试毒。便是你拉着她一起死了，难道这宫里就没有别的医女、别的太医了？这是皇上的旨意，我坤安宫怎能抗旨？
太子已经2次见罪于皇上，坤安宫绝不能再抗旨牵连他。是娘娘。罪臣之女月婉参见皇后娘娘。你真是婉儿？是啊，娘娘。快到本宫近前，让本宫好好看看你。婉儿，你这是受了多少苦啊！你从前并不长这样，那场火当真烧到了你，对不对？娘娘，那火是烧到了婉儿。明明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了烧焦的尸身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逃进破庙时，见里面死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乞丐小女孩。火起之时，我把手腕上的镯子套在她的手腕上了。后来禁军统领带回来的，便是那小女孩的尸尸。活着就好，既然活下来了，就好好活着。你到宫里来做什么呀？灭门之仇不共戴天，婉儿此生唯有复仇一愿。皇上和慕容仪都是猜疑心重的人，你的身世恐怕也经不起查。趁还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，本宫赶紧安排你离宫吧。不，娘娘，就算最终被查到了，他们的身子也已经被婉儿拖垮了，婉儿不会出宫的。倒是娘娘，你为岳家受了多少委屈啊！婉儿替岳家满门，深谢娘娘大义。是本宫欠岳家的。当年我柳家举满门之力保不受宠的萧恒登基，以为他会成为一代明君，他看起来也勤于政治，本宫甚是欣慰。岳家几代儿郎都是悍将，你父早就看清萧恒真面目，是本宫在边患来犯时亲自恳请你父出征，你父怜惜边境百姓，答应出战，却换来满门被灭，本宫实在羞愧难当，后悔莫及。娘娘，请娘娘千万不要自责，罪在皇上，不在娘娘。娘娘若还像前几年那样带着自责在冷宫里惩罚自己，贵妃不会放过你。而岳家之事至于皇上也是心里的刺，只会纵容贵妃搓磨你。娘娘不如放下岳家之事吧。本宫如何能放下？娘娘心中可以不放下，言行上则必须放下。今日太子殿下跟婉儿说，他已经培养好大量暗卫，准备剑指皇城。真的？是真的。娘娘是不是一直以为太子殿下只知道沉迷酒色？婉儿之前也以为是这样，这孩子藏得好深啊。本宫多次劝他要上进，不能从此一蹶不振。原来他那些放荡都只是掩护，竟还藏着这样的心思。所以娘娘，您不能再如同从前那般，太子殿下继位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，怎能通过宫变夺天下？若是败了，不止太子殿下要没命，皇上也会迁怒于娘娘和柳家满门。即便是成了，也要背着弑父杀君的罪名被千古唾骂。何况宫变血流成河，娘娘也一定不忍心看到无辜者惨死吧？本宫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明日本宫便要和皇上伉俪情深。听说皇上这些年几乎都不进坤安宫，娘娘想与皇上伉俪情深，恐怕也不容易。慕容仪以为他能多厉害？本宫不争宠，是本宫不屑于争宠，并不是本宫不会争宠。你且拭目以待吧。今日宫里好像发生了很多事儿啊，且看那个岳锦画回来如何跟本宫说。奴婢参见娘娘。要你去坤安宫办的事儿都办妥了？是，娘娘，奴婢已经办妥了。皇后那老妇醒了吗？皇后娘娘已经醒了。她醒了，还肯乖乖服下你的药？难道她不知道你是我凤凿宫派去的医女？她若知晓，如何肯喝你给的药？从前本宫又岂会想不到给她下慢毒的主意？只是坤安宫里那些该死的奴才，个个都愿意殉主，本宫派去的太医根本无法得手。你却跟本宫说你办妥了。娘娘说的对，皇后娘娘是怀疑奴婢的药里有毒，不仅打翻了药碗，还让太监把奴婢拖下去，要处死奴婢。奴婢手腕上的瘀紫就是被太监抓出来的。哦，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是太子殿下为奴婢求情的。不过就是本宫派你去见了太子2次，他怎么倒肯为你求情？慕容仪身为贵妃，在宫里自然有眼线，今日宫中种种，他多少也可能知道几分，瞒着他绝非明智之举。奴婢也觉得奇怪，太子殿下突然说奴婢眉眼之间长得有几分像月婉。没错，这张脸就是看着像月婉，像朱瑶。难不成她就是月婉？她没死，她若当真是月婉，定然十分恨本宫，她有机会给本宫下毒。可是本宫也找其他太医把过脉，身体并没有不妥，反而还变得更好。
何况当年岳婉的尸身是禁军统领亲自带回来的，可是他这脸让人又不得不防。娘娘这是也猜疑奴婢了，奴婢未曾想过，就因为奴婢这张脸会引人猜忌，不光娘娘猜忌，就连皇上也猜忌。哦，皇上还因此怀疑奴婢给他开的调理药有问题，差点砍了奴婢。若不是冯公公求情，请来了医正沈大人，洗脱了奴婢的冤屈，奴婢就没命为娘娘做事了。后来皇上见是冤枉了奴婢，还特意恩赏奴婢白银万两，让奴婢出宫去为他寻调理身体的奇药。又是黄金万两，皇上当真是看中你。那药只有奴婢一人知道，皇上怎么是看中奴婢？皇上是看中自己龙体呀。说说看，怎么后来皇后那老妇又同意你给她用药了？难道就因为你长得像月婉？是奴婢借机求皇上下恩旨，奴婢奉旨去给皇后娘娘调理。还真是机智，这件事办得不错，下去领赏吧。倒不知道本宫的赏，月姑娘是否还看得上？奴婢叩谢贵妃娘娘。娘娘觉得这个月景华说的话可不可信？他有没有说谎？明天找人一探便知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赐座吧。哟，这一晃，臣妾怕不是有好几年没见过娘娘了。都怪臣妾摄六宫事太忙了，都没空儿亲自来看看皇后娘娘呢。你人虽没来，可却也没少了对坤安宫的关照。皇后娘娘是一国之母，臣妾照用坤安宫也是分内之责。昨夜皇上明下圣旨，要医女月景化为本宫调理，想来不日本宫就要痊愈，日后就该由本宫来关照你了。臣妾就是为此而来的。月景化本是臣妾从宫外带回的医女，也不知道医术到底如何，所以臣妾带了李太医来，再给皇后娘娘诊诊脉，万一有什么不妥，也不至于影响了皇后娘娘凤体。皇后娘娘，请恩准微臣为您诊脉。看来这医女开的药方没有问题，皇后娘娘凤体无碍。本宫乏了，你等都下去吧。如此，臣妾就不叨扰皇后娘娘了。走吧。如何？皇后有没有中毒？皇后娘娘确实中毒了，中的是百日撒。这毒刚下时，服用者并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妥，反倒精神还更振奋。百日后，药毒入骨，就无力回天了。哼，皇后那老妇还以为自己快痊愈了，这倒是奇怪了。岳景伟确实按照娘娘的吩咐给皇后下毒了。没错，这么说来，他应该跟岳家没有关系，更不可能是岳婉。岳婉怎么会加害他们岳家的大恩人呢？难道本宫真的太多心了？只是为何本宫一想到他，还是有些不安呢？慕容仪，你防备心再重，我也会让你防不胜防。娘娘，此药名为百日散，有微毒，初服下时精神会比往日更佳，满百日时毒药入骨，便救不了了。贵妃让婉儿来给娘娘下毒，并会叫其他太医来查验，所以要委屈娘娘将此药服下。娘娘不必担心，婉儿已在药中加了冲解的2味药，不会对娘娘凤体造成任何损伤。婉儿不必解释，本宫信你。奴婢参见娘娘。本宫带李太医去给皇后那老妇把过脉了，你做得不错，皇后还以为自己要痊愈了呢。娘娘，是否要奴婢再给她开一剂温补效果更佳的药，好让她放松警惕？哼，如此更好。皇上，您许久没和臣妾夜宴了。朕这不是陪你夜宴了吗？今夜皇上可一定要去凤藻宫陪臣妾。这女子看起来怎么会如此眼熟？这舞朕也是曾经看过。难道是？皇上，臣妾问你话呢。好好欣赏歌舞。臣妾柳青冉参见皇上。真是你？怎么会是他？回皇上，是臣妾。皇上记得吗？皇上还是陈王时第一次去刘府，正好撞见臣妾做此舞，当日皇上便向我父提亲，
执意要娶臣妾做陈王妃。朕记得。走。皇后。皇上，臣妾也听人说过，皇上与皇后结缘是因为一只雀舞。可是臣妾很不解，为何前些年每当皇上欣赏歌舞，皇后总是直言进谏，说什么皇上不能沉迷声色犬马，会误国。贵妃说得对，皇后不是最讨厌歌舞的吗？怎么今日倒有兴致为朕献舞呢？还想和我争宠？臣妾是义务向皇上请罪。几年来，臣妾总在为岳家不平，却从未想过皇上的用心。皇上纵横谋划，灭岳家，何尝不是为江山安稳？都是臣妾狭隘了。正因臣妾狭隘，也导致渊儿一门心思也为岳家鸣不平，还因此沉迷享乐，这都是臣妾之罪。然而，你总算是想通了。都是臣妾太任性。然而，你可想朕？日思夜想。那今夜就去坤安宫陪你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贵妃快回宫安置吧。该死！那个岳景化怎么回事？给皇后那个老妇喝了一碗补药，她就能活蹦乱跳的跳舞了。他这到底是在帮她，还是在帮本宫？参见贵妃娘娘。贵妃娘娘要查的岳景化来历已经查清楚了。来人，把岳景化给本宫带过来。奴婢参见娘娘，不知娘娘深夜召奴婢前来有何吩咐？为何要隐瞒你的来历？他果然有问题。他还是去查了我的来历，不知娘娘所指为何？你是医圣亲传弟子？是，奴婢是恩师医圣的关门弟子。你父母乃是平民百姓，因为灾疫，全家都死了，正巧被医圣所救，对吗？是的，娘娘。为何从前只说你是寻常医女，从未提起师门？难怪你医术如此精湛，听说连医正沈略都说你医术更精于他。回娘娘，那是沈大人自谦了。奴婢入师门没沈大人久，还年轻缺乏历练。奴婢入宫后没向任何人提及来历，就是怕医术不精，辱没了师父的名声。何况奴婢志在天下，只想悬壶济世。若被宫中之人知晓，恐怕奴婢就难有自由的一天了。有什么好悬壶济世的？那些贱民的命本就如同蝼蚁，是生是死都看命。留在宫里才能有荣华富贵，好好跟着本宫，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奴婢谢娘娘厚爱。你一计不要下去，皇后那老妇今夜还跳舞邀宠，真是气死本宫了。本宫要你明日就下一剂猛药，送她归西。娘娘，这不妥吧？你质疑本宫的决定？奴婢不敢。娘娘，百日散失慢毒，不容易查出来。若是下猛药，即便奴婢是医圣之徒，也很难不露出破绽。一旦查出，奴婢命贱死不足惜。但奴婢是贵妃娘娘的人，皇上刚对皇后有负宠迹象，皇后娘娘就暴毙，皇上必会迁怒于娘娘。娘娘您至今还未有身孕，此时见罪于皇上，对您要怀上小皇子，可是大大的不利啊。再说，皇后娘娘毕竟已经年老色衰，又不像娘娘如此风情万种。皇上即便有一时之幸，他如何能像娘娘您这样盛宠不衰呢？倒也是，罢了，就留那老妇一条命，我看她也蹦跶不了多久。娘娘英明，听说你这2日就要出宫去为皇上采药了。李嬷嬷，准备白银1000两给月姑娘路上用。奴婢谢娘娘厚赏。下去吧，时候不早了，本宫也要安寝了。贵妃果然派人去查你了，我可真为你捏一把冷汗。
你一旦被查出来，别说报仇了，就是你的小命也保不住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查了许久，为何还只查出来你是平民家得了疫病留下的孤女？按理说，医生那么有名，他门下徒儿的身份也不难查出来啊。嬷嬷有所不知，我师公医圣确实救下过一位姓岳的女孩，比我小1岁。他老人家时常带着徒儿云游天下，见过他徒弟样貌的人也不多。我到底是谁，只有我师父一人知晓。即便门人有疑虑，他们也都是忠义之士，必定都会和师父说法相同。那就好，万事还是要多加小心。这入宫的每一天，每一步，都如同在刀尖上谋划。我会保护好自己。这几年来，除了那日，朕都未曾来看过你。然而，你真是太瘦了。不怪皇上不来看臣妾，只怪臣妾执拗。你的确执拗。前2年，朕也曾想要你服软认错，你总不肯。怎么今日倒突然就想通了？臣妾以为皇上心里只有贵妃，一点都没有臣妾的位置。臣妾也曾与皇上伉俪情深，心中难免失落怨毒。今日岳医女带皇上圣旨前来，说奉旨为臣妾调理身体。她说皇上心中定还是有臣妾位置。臣妾任性多年，皇上还是惦念臣妾，真是让臣妾羞愧难当。这个岳景化不仅医术好，还明白心病还需心药医，果然难得。时辰不早了，臣妾还想请皇上见一个人再安寝。哦，是谁？传。儿臣参见父皇母后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元儿，你不是有话要和你父皇说吗？我不日可能就成为皇上的宠妃了，请太子殿下注意言行。请恕奴婢多嘴。太子殿下与其花精力和一个与故人3分相似的小医女纠缠，为何不做个正正经经的太子，光明正大的接手这天下？奴婢告退。婉儿一向良善，必不愿见宫中侍卫自相残杀，血流成河。若不是父皇太可恶，我又何尝想出此下策？父皇，儿臣惭愧。这几年来，儿臣心中只有岳家，未曾想过父皇不义。加之父皇冷淡母后，也让儿臣怀恨在心，因此浪荡放纵，不理政事。今日母后说，父皇亲自拟旨，要岳景化为母后调理。母后也教诲儿臣不要一步错步步错。儿臣回东宫深刻反省，特来向父皇请罪。元儿终于长大了，果然还是要你母后教你，你才肯听。既然想通了，就要勤于功课。父皇身子大不如前了，你也该学会处理政事。你外祖历经3朝，总理朝政，你要时常去他跟前习政，另外也要时常出宫拜会各个大儒，做出虚心求教的样子。父皇当年就是因为礼贤下士，才在你皇爷爷面前说得上话。你就是那样善于伪装，不仅我被你骗，天下人都以为你是个贤王，全被你骗了。谁能想到你坐稳朝堂以后，焚书坑儒，残害忠良，坏事做尽。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元儿，你上前些。父皇，你如今已弱冠，早就到了该纳太子妃的时候，你还坚持要拿医女岳锦化为妃吗？你今夜所说种种，应该是受母后感化，而不是为岳锦化才向朕低头的吧？既已放下岳家之事，儿臣又何须非要纳一个相似之人为妃呢？父皇，多虑了。皇上竟不相信元儿的诚意。许是朕多虑了，元儿下去吧。是，父皇。朕多年未宠过皇后了，今日见皇后一舞，朕十分动情。只是最近身子虚乏，也不知能不能成。朕是真好好疼疼冉儿的。皇上何必着急？听说明日岳医女就要出宫为您寻药，待皇上身体强健，何时不能宠幸臣妾呢？还是你体谅朕，不像贵妃，不承宠就要闹。看见你，只会让本宫觉得恶心。谁？到底是谁？是我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在附近拜访一个大儒，因没带侍卫，出来时遇刺受伤了。赶紧坐下来，我帮你查看伤口包扎。
你轻点啊。太子殿下，属下暗中保护月姑娘，她已经在2里处的封路客栈住下了。来，赐本宫一剑。太子殿下，为何让属下赐您一剑？让你刺你就刺，伤口要深，做出本宫御刺的样子。本宫要寻一位医女救治一下。本宫会死吗？太子殿下，这伤口怕是再晚一会儿处理就愈合了。你胡说！本宫这伤口都快见骨了。你别动，伤口都渗出血了。也无所谓，若是本宫就这么死了，倒也干净。毕竟本宫这一生也注定是个孤家寡人了。那好吧，太子殿下既然这样说，奴婢就不给您处理伤口了。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伤口溃烂而死，不是说医者仁心吗？那就请太子殿下不要说话，让奴婢可以安心为您处理包扎。好吧。好了，太子殿下无碍了，可以走了。什么人？算了，太子殿下受伤了，就不要追了。好吧，本宫确实伤口很痛，就听月医女的。太子殿下，您可以去找个客栈安寝。这里不就是客栈？本宫看你这间客房倒还算干净，就勉强在这里住一夜。还是不必委屈太子殿下了，请太子殿下赶紧离开，您在这里多有不便。月医女此次出宫是为我父皇寻药，想来是有人知道底细，并不希望你寻到药，特意来行刺你。为了父皇的龙体，本宫必须得在此保护你。你，月姑娘，你应该尊称我太子殿下。等我成了你父皇的宠妃，你还要唤我一声母妃呢。我唤你一声母妃，你会答应吗？太子殿下，请你自重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……是什么？父皇给你封妃了吗？自然是还没有，但很快。既然没有，你就只是一个医女。我堂堂太子，为何不能将一个小小的医女据为己有？你放肆！婉儿，不要动。为了见你一面，本宫都让侍卫捅了一刀。你……难道你就不想你的北渊哥哥吗？你为何一定要如此？婉儿，北渊哥哥这几年来度日如年，你明明已经站在了我面前，我如何能不跟你相认？若我有意招东窗事发，不想牵连你，你难道不懂吗？没有东窗事发，也不会牵连，我自会护着你。你不是在孤镇作战，慕容家的罪证我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，你新派去的探子还来不及拿到最重要的情报，而本宫安插进的人要比你得力得多。北渊哥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少年，任何人敢动你，我都会让他去击剑阎王。我就是怕你会如此啊！你要成为一代明君，怎能有软肋？又怎能和我这种在黑暗中行走的人有瓜葛？他日攻城，我即便侥幸逃过一死，也该远遁江湖，再不踏入宫门半步。那我就把你锁在宫里，关在宫里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身边一步。哼，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霸道。你还不是像小时候一样，让我对你无可奈何。北渊哥哥，婉儿，今夜就让婉儿任性一次，此生无憾了。北渊哥哥，你想与婉儿亲近吗？不，婉儿，亲近的事要留在帝后大婚夜。最近跟着殿下，都快成南曲班子的戏子了。夜里要刺自己主子，深夜还要去扮演刺客，好给我们太子殿下机会保护神医。那怎么了？他可不是神医，那是你未来的皇后娘娘。多安排一些暗卫，一路护送他。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你提头来见。属下知道了，态度不对。属下奉命。奴婢月锦化参见皇上，奴婢采药回来了。婉儿，受累了。
奴婢为皇上分忧，不觉得辛苦。这便是岩冰草。是，这便是岩冰草。盐湖中本是寸草不生，但是此草异于寻常水草，偏能在盐湖中生存，且有不可估量的神效。奴婢这就去为皇上煎熬调理。去吧。皇上且慢！怎么了？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要行刺朕？月姑娘，不可乱来。此药还缺一味药引，需处子之血入药，方有奇效。原来如此。皇上，恕奴婢再提醒您一句，此药既是大补之药，也是大伤之药。服药后7期49天，切记不可近女色，否则定会伤及根本。朕知道了。你竟愿意为朕割血如药，朕也不知该如何赏你。皇上深系天下万民，奴婢为皇上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萧恒，这便是你的绝命药。皇上一连在坤安宫住了好几日，本宫炖了参汤送去清正殿，他也不肯跟本宫到凤藻宫来。皇上从前差不多日日招请本宫，最近却总说龙体欠安。眼看着皇后那老妇和太子越来越受宠，本宫何时能怀上皇子啊？奴婢参见娘娘。娘娘不必忧心，恭喜娘娘，皇上已喝下奇药，奴婢会给贵妃娘娘好生调理身体。娘娘您不日就会有孕的，奴婢保证，定是一位皇子。那可太好了！到时候皇后那老妇一死，太子没有依仗，本宫母凭子贵，这后宫就是本宫的了。的确是时候让你怀上孩子了，只可惜你永远也等不到皇后死，也等不到坐上后位的那一天。你的孩子和萧恒的岩冰草一样，都是你们的催命符。娘娘说的是，这些年娘娘设6宫室，形同父后，宫人敬服，皇上爱重，娘娘缺的只是一个名分而已。没错，跟那个老妇相比，本宫才是最适合母仪天下的人。近日你出宫采药，听说是安排了惠朕去坤安宫亲自煎药，每日盛给那老妇喝。你去坤安宫看看，那老妇可曾真喝了？是，娘娘。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。婉儿快起来。奴婢给皇后娘娘把把脉，近日娘娘觉得身体如何？本宫前几年苟延残喘，像个活死人一样，近日服用了你开的药，本宫像是重新活过来了。看娘娘脉象，确实恢复得不错。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接下来便是要让贵妃娘娘好好高兴一番了。听常嬷嬷说，再过10日就是贵妃的生辰，往年此日皇上定会带着她去佑安寺进香求子。奴婢有一事相求，但说无妨，让本宫做什么，本宫一定做到。奴婢要娘娘白日里一定留住皇上，不让他陪贵妃去祈福，而夜里则定要让皇上去凤藻宫过夜。这倒不难，最近皇上对本宫言听计从，说是要弥补那几年对本宫的亏欠。那奴婢就放心了。怎么，还要自称奴婢，称本宫娘娘吗？难道不应该跟着渊儿笑本宫一声母后？娘娘，您在说什么啊？还想瞒着母后？渊儿比你先回宫3日，她已经跟本宫说了，你自己亲口认了你的身份。这几年来，她整日愁眉紧锁，母后还是第一次见她笑逐颜开，就是可怜了她金尊玉贵的太子，要用自伤的方式去亲近一个小小医女呢。娘娘，何事让母后和月医女如此开心？本宫正在说《诗经》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求之不得，一见。你别听母后胡说八道，她在调侃你我呢。太子殿下，放开奴婢的手！本宫不放，一辈子都不放。你是我萧北渊的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出去？有什么私密话回你东宫去谈，本宫乏了。那就请乐医女随本宫回东宫夜谈吧。谈什么谈？奴婢怎么能深夜去东宫？若是让皇上知道了，如何不能去？本宫已经请过旨了。本宫在外遇刺，伤口有剧毒，若不好好调理，恐有性命之忧。父皇已亲自下旨，让你去为本宫调理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去？还是你想抗旨？你快走吧，快走吧！本宫真是看不下去了。如此就看不下去了？那母后可要好好修炼一番。日后这样的情形，每天都会有。好了，别打扰皇后娘娘安寝了，去东宫吧。皇上怎么会同意让我来给太子殿下疗伤？你可曾跟他提过娶我为太子妃的事？本宫只是从前不愿和他耍心机手段，想要打消他的疑虑，有何难？父皇，我听说乐医女采药回来了，父皇服下后觉得如何？难得你深夜来看朕，朕甚觉欣慰。儿臣与父皇血脉相连，自然关心父皇龙体。另外，儿臣想求父皇一件事，渊儿想求慕容贵妃侄女，慕容觉将军之女，慕容雨燕为太子妃。渊儿真有做储君的谋划了。文臣里，你外祖柳太师是太子太傅，德高望重，武将中就是贵妃父兄最有战功。你有一文一武辅佐，日后根基不摇，我萧氏江山有继了。这门亲事朕允了，待你母后再休养几日，慕容将军父子也该回朝了，朕便和你母后一道设宴，向他们提亲。儿臣谢父皇。渊儿这是怎么了？回父皇，儿臣拜会大儒时遇刺，中了一箭，剑锋上有毒。找太医看过了吗？儿臣身体强健，不过是小伤，不碍事。若这2日伤口恶化，随便找个太医瞧瞧就是了。怎么能随便找个太医瞧？皇上，乐医女回来了，不如让乐医女给太子殿下看看也可。父皇不担心儿臣对乐姑娘有意了？乐锦化又不是乐婉，渊儿又怎会强求？此时乐锦化应在你母后宫中，你自去寻她吧。你快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说动皇上的？因为我求娶了贵妃侄女慕容雨燕。原来如此。慕容家家世显赫，慕容雨燕虽跋扈一些，想来在太子殿下面前也会收敛，大概也是良缘吧。本宫怎么似乎闻到了一股酸味？婉儿，这是介意了？奴婢小小医女，如何敢介意太子殿下婚事？慕容仪挑唆父皇灭岳家满门，慕容家父子踩着岳家满门尸骨上位，本宫怎么会娶慕容家的人？本宫猜，你快对慕容家下手了。本宫要在暗中帮你。娶慕容雨燕不过是个幌子，让他们慕容家得意忘形，失去防范。往年生辰，皇上都是早早到凤藻宫用早膳的，今日怎么这么奇怪？吉日快到了，该动身去祈福了，皇上都还没到。然而这是怎么了？似是哭过。皇上，你可还记得彻儿？如何能不记得？彻儿是你我长子，天资聪颖，可惜只活到了3岁便夭折了。今日是彻儿忌日，往年忌日，皇上都和贵妃出宫求子，臣妾从不敢提及彻儿的事。可是今日，臣妾实在是悲从中来，不能自抑。皇上，您还是去陪贵妃祈福去吧，臣妾待会儿独自祭奠彻儿就是了。朕最近龙体不佳，便是去祈福了。贵妃一时半会儿也不能有孕，何况年年求子也未见子，求不求也都无妨。凤七，去通知贵妃，今日祈福，让她一人前往吧。是，皇上。皇
上来了吗？皇上正在坤安宫陪皇后娘娘，吩咐咱家给贵妃娘娘传个话，让娘娘一个人去敬香祈福。皇上今日就不去了。你说什么？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从本宫入宫承宠，皇上年年都要带本宫出宫祈福的。贵妃娘娘，这是对皇上不满。本宫不敢。那咱家就告退了。一个没根儿的太监，竟然也跟本宫阴阳怪气。等本宫怀上小皇子，定要把他剁碎了，喂狗！娘娘，祈福是大事，娘娘不要与一个太监一般计较了。上次您出宫祈福就被蛇咬伤了，这次带奴婢前往吧。走吧。派人去请皇上了吗？去了，皇上还在坤安宫，没说什么时候过来。又在坤安宫，那个老夫是要死了吗？一陪一整天，今日可是本宫生辰。娘娘别急，正好奴婢要去坤安宫给皇后娘娘诊脉，奴婢去求求皇上试试看。快去快去！今晚要是皇上不来，你们都给本宫去死！奴婢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你们这是祈福回来了。皇上，今日是贵妃生辰，皇上快去陪妹妹吧。往年她生辰，朕都陪着她，今日朕陪冉儿。皇上，这个时辰了，皇后娘娘该安寝了。是啊，皇上要陪臣妾，臣妾可陪不动皇上了。贵妃那里的晚宴必定已准备许久了，臣妾后宫之首，怎可分其他妹妹的宠？传出去，臣妾不成了妒妇了。也罢，那朕就让皇后做个贤后，去凤藻宫看看吧。起驾！你们也都下去吧。是娘娘。今夜能事成吗？我在皇上和贵妃近几日的补药里都加了催情散，还安排人在贵妃宫里放了催化药剂的百合花，他们今夜必成。皇上，您可算来看臣妾了。臣妾以为就连臣妾的生辰，皇上也不来了呢。好香啊！臣妾刚刚沐浴过。怎么一个伺候的宫人都没有？臣妾今夜要亲自服侍皇上喝酒，臣妾很久没和皇上单独夜饮了。朕近日龙体现家，只能陪贵妃喝酒，贵妃不要引诱朕。皇上，难道臣妾就只有那一件事跟皇上做吗？臣妾只想与皇上喝酒。皇上，臣妾头好晕啊，皇上，可不可以抱臣妾去榻上？皇上，可以亲臣妾一下吗？就一下。皇上，您昨夜真是勇猛异常，臣妾意犹未尽，臣妾还想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朕已经说过了，最近龙体不佳，不能宠幸嫔妃，你为何非要勾引朕？可是皇上昨夜明明勇冠三军，如何不行呢？医者最爱夸大，他们只是怕出了事，皇上怪罪罢了。皇上，昨夜可是……朕也不知怎么了，昨夜喝了几杯酒，就把持不住。皇上，糊涂啊！如今皇上脉象紊乱，恐怕……是不是以后朕都不能人道了，也从此再不能有子嗣？奴婢会尽力而为，只是皇上，您再不可招幸任何嫔妃了。朕绝不招幸。奴婢也想与皇上亲近，可是为皇上龙体想，奴婢都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贵妃娘娘真是的，怎么能将皇上置于险地？话说的没错，慕容仪实在太不懂分寸了。今日起，朕再不见他。皇上，有紧急军情，大燕突然撕毁盟约，犯我北境，半月之内已连失10州。什么？皇上，今日收到战报，慕容简老将军带着慕容觉将军20日内夺回7城。朕心甚慰，慕容将军父子骁勇善战，比昔日岳昭更勇且成。只是慕容老将军说，剩下3城易守难攻，
一时之间恐难收复，需徐徐图之。也罢，暂时。父皇，儿臣愿亲自领兵，收回三州。你还是儿时随朕亲征过，虽说少年勇武，却未曾亲自带兵打仗。儿臣总归需要历练，况且有久经沙场的慕容将军父子相助儿臣。也是如此，至多收复不了，日后再图。朕准了。儿臣明日点兵启程，不收三城。儿臣誓不收兵。朕今日高兴，你父兄勇武，接连夺回10州之地，为我大雍立下奇功。臣妾不能喝酒了，臣妾还有一件让皇上高兴的事，刚刚乐医女给臣妾把脉确认过了，臣妾有孕了。当真？娘娘的确是有孕了。实乃大雍之福。传旨，贵妃娘娘有孕，朕重赏白银3万两。臣妾谢主隆恩。怎么忽然要带兵出征？我觉得此战蹊跷，慕容家父子哪有你父有勇有谋？所以本宫要亲自去战场，一为收复，二为查明真相。刀剑无眼，北渊哥哥一定擅自珍重。放心，北渊哥哥必不让你年纪轻轻就守寡。要不要为你北渊哥哥鼓舞士力？你这是何意？皇上是乏了吧？奴婢给皇上推拿一番。不急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入宫后，悉心为朕和贵妃调理，贵妃才能有孕。朕说过，等贵妃有孕就封你为妃。只是近日边关尚在打仗，不好大行封妃之事。待贵妃腹中皇子瓜熟蒂落，册封皇子时，正式册立你为妃吧。奴婢不急，奴婢只要日日能陪在皇上身侧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你一贯不争不抢，甚是难得。奴婢也想争抢啊，可是贵妃娘娘善妒，奴婢至今都只敢在皇上面前露出没有红疹的脸，在贵妃娘娘面前都不敢呢。若是让贵妃娘娘知道皇上对奴婢有意，贵妃娘娘恐怕都要杀了奴婢。他敢！今日起再不许换脸了。奴婢遵旨。皇上，殿里太闷了，对皇上龙体不好，不如奴婢陪皇上去御花园走动走动。也好。慕容仪有孕后，我要她每日这个时辰去御花园走动，想来她已经去了。今天有好戏可看。这荷花开得真美，如同朕的花儿。皇上过誉了。娘娘，那边荷花开得真美，奴婢带您去看看吧。也好。花儿，你会一直这样陪着朕吗？你们在做什么？皇上，是贵妃娘娘。怕什么？有朕在。你的脸是好的，你不丑。如你所见，花儿容颜娇美，更甚于你。她是朕的女人。你居然一直在欺瞒本宫，你真是该死！娘娘恕罪。初见娘娘时，奴婢脸上是因春日花粉过敏，后来奴婢调理好了，但怕娘娘误以为奴婢面容姣好，便会引诱皇上，是以每日画上红痕。奴婢只为让娘娘可以安心调理身子，不得不如此啊！你还不是勾引了皇上？本宫就说皇上怎么动辄就要赏赐你白银1万两，原来你早就背着本宫爬上了皇上的龙榻。不是的，娘娘，奴婢未曾引诱皇上。是朕强行要宠幸她，是朕要昭告天下，封她为妃，你敢反对？臣妾不敢。花儿进宫后一心为朕和你调理身体，不然你能有孕，你不感激也便罢了，还胆敢说她该死。你说朕该如何处罚你？皇上，臣妾还怀着皇上的龙种，皇上不能罚臣妾啊！你以为若你没怀着龙种，现在还有命在吗？来人，奴才在。将贵妃。皇上，慕容将军父子还在战场为国杀敌，求皇上不要惩处贵妃娘娘，她只是一时气恼罢了。看到了吗？你真是越来越不堪了。朕警告你，不准动她一根汗毛，不然朕绝不轻饶。滚回宫思过去吧。臣妾告退。方才是不是被吓到了？早和你说过了，有朕护你周全。皇上待奴婢真好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瞧！本宫已经安排好你一家老小，你今日为本宫尽忠。那贱人不懂水性，待她今夜去给皇后诊脉时，
把他给本宫推进荷花池里。可是娘娘，皇后还不到毒发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那贱人啊！日后再收拾那老妇也不迟。本宫等不及了，今夜就送他见阎王。娘娘，若是皇上知道了，皇上根本不会知道。本宫已经买通了侍卫，今夜荷花池那边无人值守，他被推下去淹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今日娘娘刚因为那个贱人在皇上面前致歉，皇上定会猜疑你。猜疑又如何？别说是猜疑，就算他有实证，知道是本宫害了那个贱人，本宫有孕，父兄有战功，皇上即便一时之气，日后有本宫有皇子，有母家的荣宠，本宫一样复宠。慕容仪果然等不及了。救命！皇上，奴婢差点就见不到皇上了。幸亏花儿求朕派2名安卫跟随，不然就被那贱人害死了。风七，传旨，把那个贱人给朕押到养居殿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夜这么深了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臣妾还怀着身孕啊！你做的好事，竟敢指使人谋害朕的心头宠，臣妾冤枉啊！冤枉？这个太监已经招了，说是你指使的。那恐怕是他们有私怨，他自己和月景花才对他下手的。他一个医女，处处与人为善，何虑私怨？慕容仪，你居然敢做不敢认！没错，是臣妾做的，是他辜负臣妾信任，无耻勾引皇上，臣妾恨不得抽他的皮，扒他的筋。你竟如此善妒！臣妾一向如此善妒，从前也没少害死觊觎皇上的宫女嫔妃。皇上只说臣妾骄纵，从不曾追究，都是这个贱人让皇上对臣妾恩宠不在，皇上才会追究这等小事。小事？你在挑衅他的皇权？朕警告过你，敢动他，绝不轻饶。看来你连朕的话都不放在眼里了，是仗着有孕，还是仗着你慕容家的军功啊？来人，剥去他的贵妃服制，降为才人，邮必凤藻宫待产。皇上，不能啊！臣妾父兄还在疆场征战。是啊，皇上。若是您这样处置贵妃娘娘，万一慕容家不满，可如何是好？朕就是要处置了这个贱人。慕容家父子胆敢为他鸣一句不平，那便是有意谋逆。朕会抄没他慕容家满门。皇上，您在说什么？我们慕容家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天地可证，日月可见啊！你慕容家忠心，难道我岳家就不忠心？你此时也终于明白被扣上谋反的帽子是什么滋味了吧？等着瞧，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朕本打算将你侄女许配给太子，没成想你们慕容家的女人如此跋扈，心狠手辣，这份恩宠你实在是无福消受了。带下去吧。慕容才人，走吧。不怕，我的孩子还在。月景花，你一定斗不过我。你的孩子？花儿，你是住不了凤藻宫里，搬来养居殿和朕同住吧。皇上，奴婢还是住到坤安宫为皇后娘娘调理凤体吧。住在养居殿，奴婢怕皇上情难自已。也好，朕要快些痊愈，恩宠于你。如今慕容仪已不是贵妃，日后朕要你做朕的贵妃。太子仅用几十天就收复防守森严的3城，朕心甚慰。慕容将军父子也立下了战功，理应重赏。皇上，听闻仪儿被降为才人，还紧闭在凤藻宫，仅仅是为一介小小宫女，不知皇上是何意啊？看来慕容将军是在质疑朕的旨意。微臣不敢。我看你慕容家倒是勇猛异常，慕容仪公然抗旨，慕容老将军当面责问于朕。慕容家这些年收受了多少贿赂，买官卖官，形同谋反啊！求皇上明鉴，微臣忠心耿耿啊！你父子忠心耿耿，那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慕容将军父子与大燕勾结，提前把布防图给了大燕，让他们连下我大雍10城，在杨庄夺回7城，立下奇功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慕容一家攻敌邀功，诛灭全家，灭9族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求皇上看在仪儿还有孕在身，从轻发落。朕念在她有孕，暂且留她一条性命。皇上，请恕奴婢欺君之罪。
慕容采人腹中胎儿不是皇上的。你说什么？慕容才人求子心切，怕皇上龙体不能让她怀上孩子。出宫进香祈福那日，在山上与一个侍卫。你为何不早告诉朕？奴婢不敢，贵妃娘娘胁迫奴婢，若是奴婢敢说出来，她就要打死凤藻宫与奴婢交好的慧珍。而且奴婢只是亲眼所见，除了常嬷嬷，没有实证。奴婢害怕皇上不相信奴婢啊！贱人，朕要将他五马分尸！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！起于宫宴，终于宫宴，萧何、慕容仪，你们的戏到头了。岳锦花，你污蔑本宫！本宫从未曾与他人私通，本宫肚子里根本就不是别人的孩子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肚子里没有别人的孩子，你肚子里压根儿都没有孩子。我只是给你开了停经的药，你是假孕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害我？那就要问问你，为何要害我岳家满门了？你是说你是？没错，我就是岳婉，我是来为我岳家满门向你讨债的。该死！该死！我要面见皇上！我要告诉皇上！皇上他被你气得晕厥，恐怕是没机会见你了。太子殿下，慕容仪酷爱让人跳舞，我猜他自己也爱跳舞，不如隐去他的姓名，扔到北境劳军吧，也算补偿他父兄的罪过。本宫觉得甚好。朕这身子恐怕是不大行了。凤七，你指朕要传位于太子？皇上不急，传位之前，皇上还需要做一件事呢。何事？封你为妃吗？奴婢可不稀罕做皇上的妃子，奴婢想请皇上拟旨，为我岳家满门平反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？奴婢岳昭将军与朱瑶之女岳婉。你居然真是岳婉！怪朕瞎了眼，竟不曾看破你的身份。瞎了眼的是我父岳将军，我岳家几代忠良为朝廷立汗马功劳，却被你猜忌满门被逐。你以为朕奈何不了你了？凤七传朕旨意，把这个贱人拖下去凌迟处死。父皇觉得你还能动得了她？她可是儿臣未来的皇后。连你也背叛了朕，凤七传朕。对不住了，皇上，奴才不会再助纣为虐。几年来，奴才一直后悔未曾为岳家尽一份力，如今见岳家大仇得报，奴才死也瞑目了。这么说，你也站在他们一边？你猜呢？你为何也要背叛朕？朕对你们母子还不够宠吗？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你踩着我柳家上位，冤杀岳家，又把我关在形同冷宫的坤安宫多年，你对我好吗？我劝你立即下罪己诏，为岳家平反。都来逼朕，都以为这天下就是你们的了。若是朕不为他们平反，你们能把朕怎么样？杀了朕！杀了朕，萧北渊就成了杀父弑君的太子，要算后世千千万万年的错吗？早料到你会如此威胁，我们又何须杀你？你自会生不如死。你少吓唬朕！你这个妖女，朕再也不会受你的欺骗蛊惑了。岩冰草又名万针草，今日起，你的心口会如被万针扎，疼痛难当。不可能，朕的心口并没有。皇上，你知道为何你一直想宠幸我，却一直都不曾如愿吗？因为我从第一次见你，就以身为饵，给你下药。好疼，好疼！你可以不下罪己诏，那便日日受这种剧痛折磨，一样也是为我岳家谢罪。好，朕拟旨。岳昭一家满门忠烈，朕受奸人蛊惑，一时不察，错杀岳家满门，朕心甚痛，悔不当初。今下诏罪己，并传位于太子萧北渊，赐岳昭之女岳婉为后，即日完成登基封后大典，钦此。参见主人。我已完成复仇，青龙帮可以就此解散了。主人，恐怕您的复仇还没有结束。这是何意？属下近日查到，当年先皇杀岳将军之前，钦天监正使曾向皇上进言，将星逼近子为姓，岳将军恐怕日后会反。而让钦天监正使如此进言的，却是前太子萧北渊。你说什么？我一直以为
你心痛岳家惨死，数年来对我念念不忘。萧北渊，原来你才是杀我岳家满门的幕后真凶。婉儿，朕终于如愿娶你为后了。你是如何做到如此假仁假义的？萧北渊，看来我的复仇并没有结束，而是刚刚开始。